正此时，李长寿的身周涌出了一抹玄妙的道韵。文静道人亲眼所见，有一只小巧的太极图在李长寿的背后轻轻闪烁，随之消失不见。他心底对李长寿的身份再无半分怀疑。正此时，李长寿悠然道：“道友是从幽冥地底而来，本体为鸿蒙凶手血赤黑纹一族首领。当前为不可言说之两位老爷做事，此时正在做的是谋划吞并龙族之事，可有半点错喽？”文静道人面色有些发白，已经没有了挣扎的念头，又本能地泛起了疯狂的杀意，目光不断变换，气息时而变得无比阴冷。李长寿轻飘飘地道了一句：“人族有一句俗语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”文静道人瞬间惊醒，轻轻一叹，露出了几分妩媚的微笑，柔声道：“道友既将我查得如此清楚，又布置了这般算计，却又不打杀了我，想必是对我有所图。道友尽管开口，只要不露我根脚，我凡事依你就是。”道友。李长寿沉吟两声，突然问：“你不累吗？”第一招，走心。文静道人明显是一愣，李长寿叹道：“唉，人有玲珑心，故有千百张面孔，其他生灵亦复如是。你看这街路之上，凡人为生存而奔波，为衣食而烦恼，不得不摆出一张张虚伪的面孔，让旁人看不透自己的心底。咱们是俗世之外的修行之人，寿元漫漫，却又何尝不是如此？道友，你这般累吗？”文静道人闻言，笑意收敛大半，注视着这繁华街路上的凡人。李长寿继续向前，文静道人也下意识地跟上，凤目之中流露着几分思索，却又被勾出了些许疲惫之感。他低声道：“不过生存二字。”李长寿笑了笑，此刻刚好路过一家花楼，只见这花楼门前红柱上挂着一只木牌，上面赫然写着：“信海神者只需7成花酒钱。”哎呦，这海神教的宣传工作果然给力啊！李长寿看着这花楼中在白日歇息的人影，道一句：“若说强颜欢笑，咱们与他们又有何异？”第二招，同理心。文静道人轻叹了一声：“道友与我自是不同。”不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洪荒如棋，圣人执子，你我尽皆只是棋子罢了。文静道人道：“道友倒是看得通透。”不过生存二字。李长寿淡定地道了一句。文静道人的目光略有所动，他又问：“道友不会只是想与我说这些吧？”啊，自然不是。实不相瞒，我与道友其实已经过了几次招，对道友也算是有些了解。哦，文静道人略微皱眉：“我算计南海神教只有那一次才对。”第三招，破心房。李长寿道：“道友可记得渡仙门？你有一傀儡，便是被我安排的化身击破。”“是你？”“是我。还有此前，道友应该也见到了那位玄都出来的小法师。”“也是你？”李长寿笑而不语，甩了甩拂尘，继续向前。
文静道人不由自主的就跟了上来，看着李长寿这张纸道人的老脸。那你为何不让赵公明他们杀我？我要杀道友，何须请赵公明与琼霄仙子动手呢？龙族也是有几条老龙在的，道友应该知道。文静道人看着李长寿，突然有些无力地道了一句：原来自始至终我都在你的算计之下。道友过誉了，执棋者非我，我不过是棋子罢了。文静道人轻轻颔首，抬头看向九天之上。人教素来清静无为，但算计起来却是谁都不如你们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何事？李长寿笑而不语，刚好路过了一家酒楼，就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文静道人不明所以，但是此刻节奏已经被李长寿完全掌控，只是点头跟在他身后，在没有惊动任何凡人的情形之下，去了这酒楼顶楼的一处雅间。第4招，喝点儿酒。李长寿拿出了自己的神仙醉原液，笑道：今日不如效仿凡人之法，咱们一醉解千愁。反正他这句话身是指道人，倒也是什么都不怕。文静道人轻笑了一声，并未拒绝。很快2只夜光杯被斟满，又迅速放空。一来二去之后，文静道人的目光已经有些迷蒙，大概也是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李长寿酝酿许久，思索许久，最后找了一句有可能会戳到这狠人心窝子的话语：道友可曾问过，你这般东奔西走，忙忙碌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文静道人闻言，凝视着手中的杯盏。你应该知道我为何听命于他们。这还真不知道哈。不过这并不妨碍李长寿继续走套路。道友啊，那些一直在利用你的人，可曾正眼瞧过你吗？文静道人的心底浮现出诸多画面，扭头看向雅间窗外，淡然道：我何须他们睁眼看我？我是一族之王，叱咤血海，若非那2人用我族人性命要挟。道友，李长寿打断了文静道人的话语，正色道：可欺人莫欺己，你心底当真是如此想的？文静道人略微皱眉，看着李长寿，又仰头将一杯神仙醉的原液送入喉中，突然攥拳，又渐渐地松开，叹道：不错，当年我其实可以回返血海，一走了之，但轮回剑，地府力，我已无容身之地，便想着借族人被扣押的机会，彻底投靠了西方。这些话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。道友，你可满意了？既然如此，咱们敞开了说。道友也该知道，此时西方用得到你，你自身无忧，还能得些好处。但若西方大兴，你自己的处境又会如何呢？文静道人低声道：此时魂飞魄散，灰飞烟灭，被处理时恐怕谁都不知，但我可躲入混沌海中。李长寿的目光满是真挚，轻声问：躲得掉吗？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到时候西方光彩熠熠，可能如你暗中得存。文静道人顿时不言，却只是冷冷一笑，自顾自斟酒，
仰头又饮了一杯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何事，能给我哪般好处？若你有办法能在圣人手下护我不死，我自可投奔于你，也不过如此罢了。我不想让你做任何事，也没有能用到你之处。李长寿笑了笑，不着痕迹地开始了下一步，第5招画饼。但我今日可为你指一条明路。李长寿的手指沾了些许酒水，在桌面上写下2个大字：天庭。李长寿道：道友对此地知晓多少？哼。文静道人哑然失笑，笑中满是嘲讽。你觉得他能护得住我？李长寿笑了笑，在天庭的一旁加了一个人字。文静道人收敛笑容，冷然道：他们要我何用？万物有阴有阳，天地有天日，也有黑夜。李长寿擦掉这3个字，笑道：此地想要崛起，既需要明面上的威仪，也需要暗地里的锋锐。你可知天庭如今空缺的诸多神位中，为何有造福凡人之正神，也有撒瘟疫之正神？便是此理呀！李长寿在袖口拿出了一张布帛，递给文静道人，淡然道：今日你只需要许下这一则大道誓言，时机合适时听我召唤，我自可助你脱离苦海。到时你只是为人臣子，替天行暗中之事，除却那位陛下，你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。文静道人目光颇为复杂，将那布帛接了过来，缓缓摊开。他抬头看着李长寿：这誓言就是出自他之手？文静道人缓缓点头，言道：我可以立誓，但你还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但说无妨。我今后要见一面玄都大法师。李长寿略微皱眉，一时也不敢随口答应，但是他心底突然出现了少许感悟，凝成了一个字：可。圣人老爷一直在看着呀，我刚才应该没乱说什么吧？所有的话语都是斟酌了最少10数次的呀。可以。李长寿立刻点头：立誓言吧。文静道人轻轻吐了一口气，不曾想一日之间要立2遍这繁琐的大道誓言，而且此时立的这一版比之前更完善更周到，甚至考虑到了天道干涉等等情形。果然我栽得不远。文静道人离开时已经不像此前那般失魂落魄，但是能看得出来他心事重重，且有一些想要呕吐的冲动。那这个自然不是李长寿对他做了什么了，李长寿就是一具天仙境的指道人化身在此地，文道人随手就能捏死他。让他作呕的是这种款式的大道誓言。几个时辰内连续立下2道这般大道誓言，哪怕是文静道人心里也难免落下了一些魔障，有了一丝丝阴影。而让文静道人真正感觉自己斗不过这个南海海神的，还是他离开之后后知后觉的2件事。其一，李长寿让他继续回西方教，尽心为西方教做事，暂时就当此事没有发生过。这就表明人教与天庭并非是看上了他的这份实力，而是他此时在西方教中的位置。换而言之，西方教自觉一直做的是滴水不漏，不断挑拨3教关系，收纳一些妖魔为己用，这些事太清圣人早已经知晓。
而这位神秘的太清圣人已经开始反过来谋算西方教，他成了一枚暗藏的棋子，准备后世听用。天地如棋盘，众生如棋子，唯圣人可执棋。这般的话语，文静道人听过无数次，但今日他却是体会最深的一日。其二，离开南赡部洲之后，文静道人才突然回过神来。从他被截教三兄突然算计，到他被南海海神拦下，一直到最后被南海海神拉拢成了人教天庭之爪牙，一步又一步，一环扣一环，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。他唯一能够把握主动的，就是选择生或死。更让文静道人感到心寒的是，他此前喝酒时，竟然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南海海神有了一丝信赖，甚至他当时还觉得这南海海神与自己同病相怜。哎呀，完全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呢。到头来，自己除却知道南海海神是人教隐藏高手，其他竟然一无所知。这个海神比那位玄都大法师竟还要神秘太多。哼，装神弄鬼，早晚让你知道本王的厉害。文静道人冷哼一声，随手扯下身上的素白罗裙，恢复了琼霄仙子口中败坏风气的纱裙打扮。他身形随之消失不见，只在西牛贺州与南赡部洲的边界群山中留下了一缕纹身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也是呼了一口气，真不容易啊。为了确保文静道人今后会去作那么一口，就直接将文静道人忽悠到了天庭名下，为玉帝陛下提前找好一把暗刃。这种行为就跟想找个地方稳点钓鱼，就将整个鱼塘都包下来一样。但我能想出的其他办法都不怎么稳妥，比较之下，此时只有这条路最稳。今后找机会说服玉帝陛下就可。